所以你不敢想象超慢跑的效果竟然这么好，可以让这个血糖从139下降到。如果你去过奋起湖，你一定吃过它的奋起湖烧肉便当。今天的高医师说，就来吃一个这样的便当，来看看血糖会上升多少，并且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使用超慢跑，会对血糖有什么样的调整，是往上还是往下？好，他现在已经开始测我的血糖了，好紧张哦，血糖多少？哦，103呐，哈。跑步前我先测我的血糖是103，我才有点紧张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空腹8小时，而你的血糖是103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有糖尿病前期哦。那糖尿病前期的定义，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，就包含糖化血色素它没有在5.7以下，它在5.7以上到了6.4，或是空腹的血糖从100到了126之间，都是糖尿病的前期。今天要测试的就是这款奋起湖烧肉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卡路里。基本上这个食物它的卡路里，碳水化合物总共是124.9公克，糖则是8.9公克。吃完血糖会有什么变化呢？但它的菜真的有点少，所以我自己还有准备100克的高丽菜。那我这100克的高丽菜是煮熟的青菜，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，蔬菜一份大概是多少？大约是25大卡，所以它相当于是100克的生菜啦。那如果你是煮熟的蔬菜，它会怎样？吸水嘛，所以大概是半碗到8分满煮熟的蔬菜。现在是饭后2个小时，刚刚饭前测血糖是103。OK， 139。那为什么我在测试的时候，我选择是在饭后2个小时，而不是饭后马上做？第一来是说，饭后你要马上跑步，可能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你要怎样？你要先洗碗嘛，你要先去付钱嘛。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人饭后他马上跑步，负压会上升，所以有可能胃食道逆流，或是他会一直打嗝。所以我选择在饭后2个小时，这个时候其实肠胃道已经大概有所消化，我再去跑步看看效果怎么样。10分钟超慢跑开始。超慢跑完之后，我们要来测血糖，115。所以你不敢想象超慢跑的效果竟然这么好，可以让这个血糖从139下降到115。而且我只有跑多久？只有跑10分钟哦，所以这个超慢跑相当厉害。而且在跑的过程中，我本来有开冷气，想说我绝对不会流汗，我没有穿排汗衫，结果之后我就流了不少汗有点后悔，应该穿个排汗衫比较舒服。那我在家里跑步发现怎样？发现我的脚一直卡到家里面的瓷砖，所以大家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穿一双跑步鞋，或者是你穿一点袜子，那小心不要滑倒。那或者是你在地上垫一个瑜伽垫，跑一跑，哇，你跟瑜伽垫都一起滑走，那就太危险。那接着呢，就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发现，我一直这样蹦蹦蹦，是因为我一直在放屁，棒棒棒棒棒。那所以其实跑步确实是会让肠胃蠕动变好。常常很多卧床的病人躺在床上太久，久了就怎么样？就常常胀气，因为他下肢都没有运动，所以气都卡在那里。接着要来回答5个关于超慢跑你会想要知道的问题。那首先我们要先知道，我们平常其实就都有在走路，所以你如果只是饭后稍微的走路，我认为这个强度对你来讲可能不够。当然你血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下降，但是高医师开给大家最好的药，真的就是运动。美国很多病人不像台湾看病这么方便又这么便宜，所以当时候医生开给他的处方就这样，就是运动。而且根据2023年的运动医学杂志发现说，其实你如果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，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控制好你的饭后血糖。饭后血糖如果没有控制好，你未来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。相对来讲，你如果饭后的血糖控制好，你未来罹患一些低发炎性的疾病风险就可以下降，就包含像是关节炎或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。糖尿病我们做一些饭后的运动，它的效果其实就像一个短效的胰岛素，其实是很不错的。好，那如果运动之后你还是觉得说，我的血糖我还是想要让它更好，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一点阻力训练。饭后最好的阻力训练是什么？就是深蹲洗碗，因为深蹲洗碗真的很不错，可以训练股四头肌，四头肌有力，走路不容易跌倒，而且膝盖就比较不会痛。碗洗好了，家庭又和谐了起来。所以我们做一点阻力的训练，增加身体肌肉对血糖的运用。根据研究发现说，如果你是饭前去运动或去快走，
跟饭后才运动相比，其实饭后运动对血糖的调控是更有帮助。我们讲的血糖研究指的是饭后的血糖，饭前就赶快去厨房帮点忙啊，饭后再去运动。那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效果最好？通常就是如果你一整天都是静态活动，你一定吃完饭一定要起来走一走，去跟同事打哈拉，或是去外面看一下这个世界怎么了。不要只是静静的坐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碳水化合物很容易被吸收。那另外我们知道，早餐吃的像皇帝，晚餐吃的怎么样？像乞丐一样。因为晚餐之后，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容易被吸收，所以晚餐后怎么样？一定要去走一走，就去倒个垃圾也好，或让垃圾车追都没有关系。跑完步，就算超慢跑，你膝盖都会痛，怎么办？不要马上放弃，你一定要靠高医师接下来的这几个影片。如果是膝盖外侧痛，常常跟我们臀肌力量不够，或是髂胫束过于紧绷有关，这个时候就要做这个运动。首先，我们找一面墙壁，屁股顶墙，这样子等一下骨盆比较不会动来动去。接着膝盖微弯大约45度，接下来就要开蛤蜊哦。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往上翘起来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觉得屁股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停住5到10秒，再渐渐的放下来。那如果你是膝盖，就是整个膝盖都会痛，那可以训练股四头肌，就包含我们刚刚的深蹲的方法，或是可以看这个影片。首先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腰部跟脚跟墙壁维持大概1个拳头的距离。接着2只脚缓缓的往下，身体往下，往下的过程中记得膝盖要朝前，但是不要超过脚尖。往下到大约30到45度的时候，就撑住5到10秒，之后再回来放轻松。每天都可以做这个动作，一次至少做10下，一下可以撑10秒，一天做3次。那你如果是膝盖的内侧痛，就很适合按压血海穴。血海穴它还可以调节全身的气息，所以如果你容易皮肤痒，也很适合按压血海穴。第二个穴则是血海穴，血海穴的找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在我们髌骨内上角往上3根手指头2寸的地方。不晓得大家平常有没有慢跑的习惯？而慢跑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当天晚上睡得很好，或身体有什么变化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血糖实测的影片。礼拜六晚上7点，记得打开高医师说，邪恶的心乃是良药。高医师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